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干嘛？那个剪辑呢？做戏。我操！2020推，2020推啊！2022年，我穿越了。
2022年，我穿越了。我穿越了。啊！2022年，我穿越了。
我操！2022年，我穿越了。啊！我操！我穿越了。
哎呀，咋了？没咋的。特效那儿咋了？你这我之前做的特效，你这咋都黑了呢？啥呀？你这是咋播呀？这你这干啥呀？我都不知道你这要添啥呀？啥东？咋回事呢？我这儿的东西呢？我哪知道你的东西呢？删哪儿去了？你删啥了？把它删没了，还拽走了？是你给我删了吧？是你删了吧？个臭皮！我他妈打开就这样。这原本是啥呀这？不对呀，我之前加的转场也没了，我昨天就直接关了就睡了呀，我又没打开这个。那你啥时候加的呀？是不是没加上你就关了呀？不是，我昨天晚上加的，我都保存过了，咋没了？你看这些我加的这个数字都还在这儿呢。这少了素材了呀，这倒车的素材没了。赶紧弄吧你。你先配吧。配完了，剪辑配完了。肯定是你剪的，是我弄哪儿去了？你放屁！我他妈打开就这样，我他妈剪了吗？不就是配音吗？今天我删它干嘛呀？你是不是配音频的时候删了个什么？你给我滚一边！把这东西删了。你一天你瞎整，我瞎整啥？我昨天晚上整到3点，东西没了。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放屁！这不是我整的，我整的好好的放这没了。你那滤镜你整的啥乱七八糟的呀？你那个滤镜那不叠加了2层吗？有的特别深，你都不看吗？哪个滤镜特别深？这个颜色呀。哪儿？你看第1集他俩在咖啡厅。你说调色啊？对啊，那怎么能调成这个颜色呢？哎，那个后边再弄就行了。它因为啥时候弄啊？现在就因为之前是整个时间线全都加了一层滤镜，把这个滤镜关掉就好了。这关掉就好了。我之前剪映导出的视频呢，我放这里了。
哎，你这个字跟这个不搭呀。啥数字啊？那要做成啥样的？你说字体不搭还是啥？字体不搭。那你给我找个字体，然后你说用什么字体做，我重新做。而且我这边的那个音效呢？音效也没了，这一段的音效呢？我哪知道啊？我昨天就弄得好好的，我也奇怪呢。你赶紧喝粉去吧，赶紧整，喝完粉赶紧整。我之前那个素材放到这里的也没了。那就是没放进去呗，估计就是。我都剪了，我最开始剪的这个，怎么可能没放进去？那如果说按照你这么个说法，那如果说是误删的话，那他那边也应该有啊。对啊，这边就没有了。那就是哪操作有问题呗。还是什么剪映不兼容啊？怎么可能？我一开始都弄的这个，后边还弄的这个数字都在的，这个咋可能不在呢？你先别整了，你赶紧去喝粉去。我把那个集导出来，等会儿你再整第2集。你整吧。
这儿的素材也没了。掏手链的没了，手链特写没了。我可没动第一集啊。这都不是手链没了，这感觉缺了好多，轨道不对了。你刚才是不是搁这配音了又？我没配音呐，它怎么能没呢？总时间少了吗？这一集？总时间没少。掏兜的动作和手链的动作全没了，那现在怎么搞？那重新找，重新加上去吧，只能这样。001在哪儿啊？你找国瑞的那条时间线，这儿9宫，上边，上边。这不是素材吗？你点它这个，这个是不是？这个删不删？可以关掉。我在剪辑。
我之前复制过一版这个时间线，你可以在之前的那个复制的一版里看是不是好的，好的直接复制过来就行。咋的了？我说我之前复制过一版，这条就是第1集到13集的时间线，那里边可能是好的，你可以从那边复制过来。你找吧。我之前，你就做。我这个是为了弄套底复制的一条。你看这儿是不是好的？这是好的啊。那你是想让我复制它回去，还是直接用这条啊？你复制过去吧，你那条说不定也有改的了。这个是我前2天复制的。就是少了中间这一条，是吧？右下角这儿，这个小房子这儿，你这全复制了？啊，前2天复制的。不知道软件还是电脑的问题，如果软件能云同步就好了。没办法，出现软件本来也不常用，出现啥问题那就只能重新做。
你把这个字体整成你那个字体，能整了吗？这啥字体啊？叫啥名？就你那个倒计时的字体。对，看检验上有没有这个，叫啥名啊？这个字体？不是，我就说整成你倒计时那个字体，哦，让他俩统一。能。你倒计时那个也可以整成这个，重新做一下就行了。这个也没了。小薇的画也没了。这总不能也是我弄的吧？没有人说你弄的呀。这儿，这个里面不一定有。小薇的对话框也得做，是吧？对话框啥呀？这不发语音吗？那个他的那个头像加个语音条，这个就得做吧？做不做都行。那你们的对话就是微信对话，那总得做吧？要不然观众都不知道谁打给你的那个电话。无所谓啊。我觉得这儿也最好做上，这样可以让大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查一下怎么让它2倍播放。这叫罗海带的，你妈死了！傻逼吧你！IL 键是改速度，按一次就是1倍速，按2次2倍速。傻逼玩意儿！刚加音乐又没了。哦，你可能是那个，我知道，刚才加的时候把这个吞了，可能是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为啥把它吞了呀？因为你刚才不是往前拖了吗？然后可能就把这个覆盖住了。这个达芬奇剪辑就是容易吞东西，不好用啊，这是。你放那说不定又把后边的给压住了。
要看吗？微信消息。
你的歌呢？也在这个你那个版权文件里吧，我记得。上面。这儿。急字错了。
你来检查一下来。要 OK 的话，给那谁发过去，赶紧让他那个导出来，给那个国瑞发过去。这个时间可以改吗？就是9月25号这个时间。可以改。啊？可以改。我改到6月4号了。为啥呀？因为我后边做的是日期是从6月5号开始做的。行。字体是改那个时钟的字体是吧？你就那个倒数那个字体，你就改成那个倒数字体就好了。倒数那个字体也能改。然后你要是那个日期的字体好的话，我就把这个倒数字体改了。无所谓，你就把那个统一字体就好了。胡子早就摆了。你也满头白发，白发是智慧的象征。你先不用改，你先看一下画面啊，赶紧让他把那个套底。每次理发都要染，担心致癌。选那个草本的，我一般都用那个什么那个草本的那个什么，那叫啥牌子？日本的一个草本的一个染发膏，主要看画面啊，别丢画面就行。啊？我说主要看画面，别丢画面就行，让他赶紧套底。啊。回来你愿意改其他的，你再改其他的。你也想要草本的？日本那个叫啥呀？这个谁还没配呢？少20块钱。啥少20块钱？买手链的20块钱。那日本人啊？啊。日本人，我让日本人配就行。你不是要东北口音吗？
你让你看画面，别在那是。那个叫美元啊，美元啊，没跟你说，就这个，这个啊，这个就是草本的，这是还是日本牌子啊，叫美元，便宜还，之前贵，之前70多块钱，现在40多块钱，不知道为啥便宜。这玩意儿。容易上色吗？染发膏还是不容易上色，你花点钱买贵的吧你。染发膏哪个不容易上色呀？哪里找？在 B 站还有那个油管，但是现在还新卷讲的在那个 B 站和油管看。那是青春痘吗？是的，长了一个大的粉刺，今天这是把它挤出来了。麻烦再说一下 B 站啊，就是你就搜百度，你就搜什么叫 B 站，什么叫油管，然后这两个地方你就弄完了，然后你就搜我的名字，能明白不？就 B 站和油管它是一个播放平台，就类似于腾讯，然后这个腾讯还有那个是酷喵什么是爱奇艺之类的，它是一个播放平台。油管会有特别画面，会有一些吻戏吧。这次我估计 B 站应该放不了吻戏，但油管会有。嗯油管的吻戏可能会比较就是比较夸张。龙二呢？龙二我不知道啊，龙二跟我又不在一起，我俩又不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他的一些动态。等油管版在一起的是谁？什么在一起的是谁？就是我对象是不是啊？对象是那个叫二把刀，脸咋的了？脸那个就是这长了个痘，然后旁边是痘坑，这边是痘坑。最近我们直播不开美颜了，是现在是不是就没有美颜了？哦，还开了，这皮肤就差。啊，图图认识胡二吗？这不废话吗？我跟他合唱了，我能不认识吗？你的问题啊，有一点点难以回答。我不认识他，完了我跟他合唱了，虎，对，你就是傻问，是
伪人问题。你的右脸咋的了？右脸是哪一边？因为我们是镜像，是这边吗？是这儿吗？是这儿吗？胡二有那么多粉丝吗？胡二当然有粉丝了，胡二很有粉丝啊。胡二人家全网得几千万粉丝吧？眉毛那儿，眉毛这就是那个痘坑，痘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总挤，就长痘，然后你就挤，就变成这样。这次绿豆姐姐，绿豆初步现在是13节啊，初步是13节，然后初步是，嗯，初步计划是每周2集，然后就是2集是初步是计划是一起放，但是会不会改动不确定啊。现在能看吗？现在看不了，的那个1月1号，预计1月1号，不知道那个会不会延迟啊？画面没啥问题。那你赶紧给那谁导，然后导的时候啊，你注意你那个画面，你看着点，别那个来回闪。哦，那个是调色，那个就是达芬奇打开时间越长，它就会变成这样。你除非打开立马倒数，这就在 B 站能看吗？在 B 站可以看，在 B 站可以看，但是现在还没上。预计是1月1号，但是我们可能后期可能会延误个1-2天，也可能准时，这个都不确定，因为我们那忙不过来。如果说是1月1号播的话，大家就1月1号就守在那个 B 站，然后晚上8点可能会更新2集啊，如果没估错的话，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对，也有可能说延迟1-2天之类的，一集肯定能看。那也不一定。现在就是这个破软件经常出问题，别他妈播出当天有问题。中山路开了，你快回来。南宁中山路，南宁中山路是在哪儿啊？就是它有什么呀？南宁中山路是夜市吗？南宁中山路是夜市吗？夜市啊，哦，夜市是之前关了吗？那这是整顿了吗？你去那直播过的？是的，我记得那边很好吃，是重新是这个改了吗？装修了？那装修会不会变干净了？变干净了会不会不好吃了？之前很脏，我记得。9楼啊，南向环境变好了，环境变好了，估计不好吃了。那个你是广西人是不是啊？那你们广西的那个蘸的那个东西怎么调的呀？你会调吗？是蘸的那个柠檬汁儿，你们怎么调的呀？就是蘸那个蘸海鲜的那个蘸料怎么调？就是夜市里边吃那个螺丝，就是丁螺，然后它会蘸的那个酸酸的那个蘸汁儿是怎么调的？
腌过的柠檬啊，真是啊，就是腌过的柠檬，我觉得挺好吃的。嗯，不爱吃那些。这个人神经病给我发了一个160楼，什么叫160楼？我操，真的有那么高的楼吗？屁！南北通郑家私店24。这豆消掉了，嗯，没有。集结给他们发过去，我先把第二集讲。29楼的是25.8万，28楼的是24.9万，看都差不多，面积是一样大的吗？一样大。那就买便宜的呀，就差一楼了。但差一楼，嗯，那便宜的是燃气热水器，省着点买，而且装修还好一点，3房。7楼里还有3房。我以前经常听你的小说，就是别好省钱，全是悲伤情歌。嗯，现在你让我写悲伤情歌，我都写不出来，不悲。对，要重新装吗？不用，我就不行，住起来。重新装个马桶，嗯，放个电动。啊，二
24.9万的那个是北朝向，25.8万的是南朝向。啊，是南北通的吗？感觉也不太，就是都算是，但是又不太是。买不到南北通。这种户型没有南北通。26.5万的呢，26.5万的稍微好一点。26.5万的稍微干净一点。这样子。感觉又不太新。25.8万和26.5万，那套长啥样？16喽，那就16。这个景色也不好，到最后有视频。户型是一样的，是吧？户型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就是朝向和那个里边加磁加电不一样。这都是带家具的。那咱也不会用，就顶天的那个空调能用，电视可能咱们用一用，燃气能用。电视有这个。这破电视你知道，这破电视都是15年前的，我买的二手的。这还贴的墙纸。人说那是硅藻泥，啥意思？硅藻泥那个是那个环保。反正也是，这空调也不行啊，这旧太旧了。那你就看那个25万25.9万。25.8万的，25.9万吧，有个24.9万。25.8万，对。这俩25.8万是一样的。你看它空调行不行？这空调还有点行，但是也是旧。你能看清楚它是那个节不节能的，几级换，就是几级省电。最不节能。3级啊，反正是最后一集可以看的。那就3级嘛。最不节能。都是老空调的，看这个样子。是的老空调，那就是为了出租，然后他买的便宜。是20多，一个奥克斯。这个墙的颜色也好奇怪。反正这个户型我觉得可以，它有一个入户那个空间，可以放鞋柜，然后另外呢还南北通。这个户型可以。你问一下还有吗？你打字，你说还有吗？没人住过的那种最好，不用加磁家电，或者我记得还有84平。没人住。哪个没人住啊？我跟他说，没人住过的最好。我记得还有个84平的。
我们想在海边买一个小房子，然后啊、就是生活一段时间再回来，就想养老，想调养一下身体。我身体不太好，去云南买，我不去云南买，我们在惠州买，想买一个惠州的一个小房，70多平啊，3000块钱一平，然后70多平大概就是20多万，25、6万。24.9这个是什么？还以为泥漆是什么？泥漆什么？那你这个价格还能谈吗？那个是16楼是不是啊？我看你那个是160楼，那就16楼是吧？你是到2022年是？对，那我这2022年就有我那个手机了。我还有一个，我们写的2021。买了就是偶尔去住，我估计我得住个2、3年，然后剩下就是因为我妈妈也在那边，反正我就说那买一个呗，或者说就到时候出租20多万，我觉得不贵。对，20多万我们还分期，不贵。这29楼这个相对好一点，大不了就换个29楼好像是啊，29楼还有一个不好，29楼是个那个这个热水器不是燃气的，热水器得换。热水器不是燃气的，为啥呢？你说它是燃气入户，它为啥不用燃气热水器？它是啥？太阳能的。就是那种电的，燃气的省钱是吧？燃气的省钱，燃气的也，反正我都用燃气，我觉得那个电的就容易，那什么，容易爆炸啊。还要装修吗？基本上不用装修，就买点东西就能住。我们可能会简单的。呃，咋没声音呢？啥没有声音啊？这个没声音呢。你是不是傻？又那个啊？哎，那耳机坏了。我咋戴着这个耳机了？这个耳机是我去那个我在那个舞台上戴的，专业耳返，这么多，多少钱？3000多，啊？专业级的这是。其实好像1000多。我要选你的合伙人，多说点。作息改回来了，还好，和我一起生活吧。嗯，你扛不扛揍吧？我这人脾气不好，二把刀都被我揍出来了。
16楼的景观不好。16楼旁边感觉他妈的，它最高是多少层啊？物业费是多少钱啊？你脾气好，我告诉你，脾气好不行，你得扛走。看起来稀疏了不少，因为我这一直在光底下。其实我那个什么，其实我头发还可以。要是没有电梯，是不是不会有高层啊？啊，什么意思？要是没有电梯，是不是不会有高层啊？你问房产局，你问那个建筑局什么的，大家的问题很难回答。你扛走。最高30层，咱们是在29层凤凰层也行。你是10，我是 ES 啊，我是个 ES，我是金牌杀手。这 GM 我是金牌杀手。你是连 M，你们不觉得金牌杀手很熟悉吗？金牌杀手是那个海克斯酵母，那念教还是念酵？叫酵母，海克斯酵母。这金牌杀手是那个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里边，就是决战什么，决战上海滩什么那个周大福，不是金牌杀手。都我给你们看，我一定要给你们看这个多好笑。娘娘腔，娘娘腔不会是黑社会。对，你是娘娘，你不是黑社会。我是黑社会，你是娘娘腔，娘娘腔不会是黑社会。回来，我告诉你哦，哎，我这辈子最恨别人说我娘娘腔的了。你是娘娘腔，我是黑社会。你是娘娘腔的黑社会？不是，我是黑社会里面的金牌杀手。哎呦，你看他多骚！不是啊，我是黑社会，我是金牌杀手。我看你是金牌杀手。但是也是娘娘腔的金牌杀手。不是啊，我不是娘娘腔。你是，我不是啊，我就是别说我娘娘腔，没得商量，不要就是娘娘腔。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你听我说。对，上海祖胜，大叔，对。小的时候居然觉得那个吴孟达，我从来没有觉得吴孟达丑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吴孟达长得还挺顺眼的，我不知道为啥，是因为他总露脸吗？还是怎么？是因为他人设的问题吗？就觉得如果说就是吴孟达的长相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丑的吧。没有，就觉得吴孟达还挺正派，还挺有观众缘的啊。
天设一对，低配一对是什么？看年轻的时候跟中年感觉也没差，嗯，不要打叉，不要打叉。一起生活吧，我没办法，我这个开销高啊，我这一个月得2万，一年得20万，我这开销高，你给我一个保障。你给我一个保障，给我20万，20万，20万，你要多少钱？20万，不多，20万不多，不多。爸妈相亲太疯狂。我高消费，你的工资满足不了我，就是花钱大呗。是哪方面？我就上个早市哈，这100块钱都得花的哈，就剩几块钱啥都能买了。早市能100块钱，那还算多了。水果啥见啥买啥了，完了那个菜吃了也都扔了，完了。你看我在沈阳租房住了半年吧，几乎不怎么做饭，我几乎都是跟队上，就是上饭店。完你还扔东西。真话你告诉你，你说这个你一天花多少钱？5000块。我这一天我全愿意看这玩意儿。脑袋怎么了？脑袋长了个痘，脑袋没长，3万都没事儿，3万行。这长了一个粉刺，然后就长脑门上了，不知道为啥。然后今天挤出那么一大摊子，就像那个我们吃那个鸡胸肉似的，然后那个有一个鸡胸肉，然后塞牙了，就从牙缝里的那个鸡胸肉，然后就那么大。我来找你还是你来找我？你想干啥呀？你找我干啥呀？我对象脾气不好。谁呀？我对象是金牌杀手。谁呀？一起生活。他是黑社会。他忍不行，明天找人弄你，你给我等着。他是金牌杀手。你就叫哈是吗？行，我知道，我记住了。等下播就调查。这是黑社会，这是黑社会美眉。猜不透是。后来拍片需要免费群演吗？不需要。我们希望就是说来演我们的戏，就是带资进组，都是。这就好比就是有一些单位啊，他就是那个有一些实习的孩子还给实习工资，我们都希望他来学习都是给公司钱。不太能理解。不太能理解还要给实习工资，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用不用过实习生，就是用过刚毕业的大学生。我觉得刚毕业的大学生真的是，就你可以包养他，但是你不能指使他。就是毕业的大学生，你跟他就是如果说工作上交流不了啊，就是他我曾经有一个那个百里屠夫就是水性杨花，警告一次，警告2次就把你踢出去啊。觉得你有点疯疯癫癫的，就实际上他有点没有社会经验，对，他听不明白你想要什么。我跟二把刀在一起，我也会觉得说我说的话他也听不懂，是因为他们就是不太社交的一个人。就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有一次呢，他不剪预告片儿吗？剪预告片儿，然后有一个演员呢，他其实算了，不讲这个，讲这个。还有些东西吧，你跟他讲，这太啊，对，不能讲太多。第二，我今天买了一个耳机，挺好的，推荐给大家。真我觉得我也不买这种便宜的耳机。vivo 这个耳机花100多少？我看一下，应该100块钱，100多啊。Pro 3买不起啊。我买的 vivo， 这 vivo 质感就特别差，但是呢，其实音质啊，包括降噪啊，还挺牛的。质感特别差。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就这个耳机它没有什么分量，就是很轻，然后连那个数据线都不给配，但是降噪功能非常牛。然后179，这个是什么型号 ？vivo 什么 ？vivo TWS Air 3 Pro。Air 3 Pro， 啊 ，TWS， 我觉得这个音质其实跟苹果差不多，我不夸张的说啊，我用的苹果耳机好像还没这个好呢，因为我那个苹果耳机好像是1代吧。就没有降噪功能，然后这个音质就还蛮不错的。170多块钱买啥呀？再说了，你这带这玩意儿谁会看什么牌子呀？就挺好，而且它还是我纯的那个入耳式的，我只能半入耳，因为我有中耳炎，这个还蛮好。100多块钱的 Pro 吗？是的，179的 vivo Pro 3 TWS， 挺好。有的时候没必要就是买苹果，苹果这东西不是上万元以下都听个响啊。蓝牙耳机不是上万元就听个响，是我也是这么觉得。蓝牙耳机都没有音质好的。对呀，好的还得好的都得那个插线嘛，还得插线。蓝牙耳机就佩戴舒服就行。是。耳夹呀，耳夹会漏音呢。耳夹，比如说你要在那个跟别人离得近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吧。而且耳夹，我觉得戴上挺母的，就它有点像那个什么，像耳钉啊。这段原本是什么音效？最后一段的那个音效。
这个吗？往下看，下啊，跑这儿来了，就是这边的是吧？不是那个是我那个又找出来的，把它复制过去，哎，复制过去，这儿也要用是吧？是。不伤耳朵，不伤耳朵那气都冷，气都冷，气都冷，我就喜欢。气都冷是啥意思？气得他浑身发抖，哦然后手脚冰凉，浑身发抖。哦，年轻人的话。咋不戴耳机呢？耳机拔了干嘛？就我跟二把刀在一起之后，我就觉得，就是体会了一下那个平民老百姓的生活。啥意思呀？我和他在一起之后啊，就是开始用美团儿，就是因为我之前都不用美团嘛，然后跟他在一起之后，因为他能吃嘛，我就美团儿，然后就会比如说什么打卡送饮料啊，我也打卡送，就是要饮料，饮料。然后就是，人家都是那个，人家都是什么那个，大众什么 V8啊，这是什么呀？因为他懂我不懂啊，对，我不懂，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得问他嘛。团购真的香，就会觉得就是如果说请客吃饭的话，就是因为我之前反正我就不懂省钱这个事儿嘛，之前那个点外卖也从来没用过什么券儿啊什么的，跟他在一起就是，就他点东西，他那个券儿折扣还很大，就能减10多块钱、20多块钱、10多块钱那种，我就不会用，但是就会觉得说。越来越抠，这种生活就是越来越抠啊。对，过日子，现在就会觉得说之前花了好多冤枉钱啊。是的，但我觉得我应该买单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请客吃饭的话，我应该不会团购吧。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团购，但是可能会有那种就是，还那个结账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券儿啊什么的，可能会用，就是什么90代金券。对，什么100什么的。你买单的时候可以问一下，可以用美团买单吗？一般他们都会给你讲。叨是该省省该花花，其实他不花钱，他其实很少花钱，他就吃。他所有的钱都是吃了，然后健身了，然后他平时基本上不花钱。我跟他其实都不太花钱的那种，我可能还充充游戏啥的，我俩就基本上不太会，什么买个衣服啊，什么馋什么那个就是什么想去那个，你那个洋气的地方打个卡呀。去装个逼啊，然后照个相啊，不太会，不太会。就是我俩一般花钱花的还比较少，是的，现在经济不好，我觉得就是主要的，而且就是最近其实我就看那个抖音上有好多有钱人都落魄了，然后看他们就是。
有一些采访之类，或者说他们在自媒体上诉说自己的那个，就牛逼的时候他们很牛逼，然后但是经济不好了之后，他们可能欠了很多人的钱，然后连自己的豪宅的月供都还不起了，他们就摆烂了，他们就摆烂了。就会觉得说，那还不上的话，你就等那个，如果说就是因为房价也降了嘛，他们就索性就断供，你大不了银行你要房子的话就给你，我正好不想再还贷款了，就大家都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困境。看演唱会吗？我不看，我觉得演唱会演唱会人多的地方啊，我们都不太去。就是我们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我去看演唱会，我也觉得如果说不是很好的位置的话，我就不想去看。除非就是那种就是前2排。就是我第一次看演唱会是别人带着我去，然后那个人其实有点喜欢我，然后他就说，那个在广州的时候。他就挺喜欢我的，然后当时我也是住在他家，他就说晚上的时候想请我看演唱会，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去呗，因为我也没看过演唱会，然后是张惠妹的演唱会，然后就觉得我平时唱张惠妹的歌也比较多嘛，那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真的不夸张。一开始还有点期待，然后就去了。那个时候咱也不懂，就是什么位置不位置的，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广州的天气还很热，然后我就去了，在最后几排，然后最后几排也就算了。我的正前面是一个柱子。就是你看你又看不清，你听那效果又不好，因为最后几排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坐没坐过后排啊，那个声音也是特别发虚，然后还巨热。然后就周围的人特别嗨，我就嗨不起来，没看完我就走了，因为正常的大家不都听他那个彩虹嘛，然后大合唱嘛之类的。那几年其实演唱会管的不是很严，基本上，我们去入场的时候就看到有人扛着彩虹旗嘛，我还挺期待的。然后就中途我就走了，然后他问我说咋的了，我说没啥事，我说咱们现在走头打不着车了，然后他还有一点点不开心，他不知道我，因为他的位置还能看见，知道吧？就他比较怎么说，没有那么细心的一个人，就是他也是好心嘛，然后他也不知道是买的还是要的2张票，然后他挺嗨的，他那边能看着点儿，我这边是完全看不见。然后他问我为什么不开心，后来我就再也不去了。我觉得就是挺尴尬的。我以后我有钱我就买前几排吧，要不我就不去了。而且演唱会我觉得，挺贵的吧。我其实我更爱看话剧，就是比如说那种搞笑的话剧，比如说开心麻花的话剧，我还挺爱看的。或者说音乐剧我都挺爱看的，我看过开心麻花，看过那个小柯的音乐剧啊，然后看过一些就是那个什么孟京辉的剧啊，就我觉得蛮好的，体验还蛮好的。脱口秀也有意思，还不会。脱口秀我不喜欢，因为有的脱口秀的演员其实。我有一次我跟那个小大夫，我们在深圳的时候，我们看了一场脱口秀，然后当时就是好像是坐的第1排，
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第一排一定会互动，啊，就是我们去了，然后就坐了第一排，不知道第一排一定会被那个 Q，然后我们就坐在第一排，然后那个人吧，我觉得他也不好笑，就是他们有3场拼，其中有一个小男孩大概20多岁，他其实脱口秀就是跟大家讲网络上的一些段子改成自己的，我看了特别尴尬，因为他这几个段子我几乎，因为我总刷那个抖音呢，我基本上都看过，然后他就跟我们互动，他就说，哎，那个哥，你们是2个人来的？我说是。他说，哎，感觉你俩那个看着挺亲密的，你俩不会是那个吧？然后旁边就在那大笑，然后我们就非常尴尬。他说你俩不会是那个吧？然后旁边哈哈在那笑，然后就把麦克风给我，我说对，我俩是。大哥，你们真的是吗？哈哈哈，就那种。我说啊是。然后他就不说话了，然后那个后来又说到什么浪漫的事儿，然后那个就是说到浪漫的事儿的时候，他把那麦克风又就是给我，然后他说大哥，那个你谈过恋爱吗？我说我谈过。他说那个你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你谈恋爱就是做过让对方最感动的事儿是什么？我说我让他住在我的家里，然后我爸妈都认识他，然后我就指着那个小大夫，然后他才觉得自己非常尴尬，就是他真的没看出来我俩是 gay， 然后就懵了。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有点尴尬了，然后我也有点不舒服了，就是因为他们就开的玩笑就挺无聊的嘛。后来我觉得是因为他这个剧本已经写好了，而且他不是一个即兴的一个脱口秀演员，他明知道有俩 gay 坐在那儿，因为他没想到会有俩 gay， 然后他已经知道有俩 gay 在这了，然后他还在表演的时候开 gay 的玩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哎，什么就是有人喜欢他呀之类的，就怎么样的，然后就拒绝了呀，然后怎么就拒绝 gay 呀，怎么样的，就一直在说这些东西，然后我就特别不爽，但是我能体会到，就是他可能剧本已经写好了，他不能临时改，但我觉得他也尴尬，我们也尴尬，所以就一次不好的体验。1号更剧吗？可能会。对，好 low， 就是就很，所以就是脱口秀这个东西，包括我现在我看很多的脱口秀，我觉得他们的玩笑的尺度啊，其实会有一点点让人尴尬。我觉得就现在因为脱口秀大家都在那个就是抖音上发嘛，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波波，就是那个李波，李波，就是那海报，然后还有那叫什么颜值高啊，我觉得颜值高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波波那个就挺让人尴尬的，包括那个还有一个专门做 gay 的那个叫小什么，就是一个女的，她总给那个总在 gay 场，然后给 gay 拉郎配那种，我觉得她没有自己搞笑的东西，她就纯互动，我觉得她在干嘛？那你就做个相亲节目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脱口秀越来越尴尬了。小邢，他叫小邢吗？就不好笑，你知道吗？小新，对，他叫小新。他感觉他没有内容。
但是那个颜值高，我觉得啊，确实挺好玩的。啊，他的随机应变能力和他的储备，我觉得挺足的啊。但话剧其实你就不会尴尬，对，话剧其实你就不会尴尬，因为它有故事的核心嘛。它，因为特别是开心麻花的话剧，我真的推荐大家去随便看一场开心麻花的话剧，就是搞笑类的话剧啊，你们去看一看，就是啊，确实是他们的点，不是说像那种电影，就是那种老段子，他们那个点是好笑的。你对圈子一些钓鱼的人怎么看？是真钓鱼还是假钓鱼啊？是仙人跳吗？是怎么的？你经历过什么？感觉你的经历挺丰富的，是怎么了？你说说你的经历。我大学时候演的话剧就是开心麻花的搞笑的话剧。我觉得开心麻花的那个话剧特别好，被骗钱。说说你的经历，为什么会被骗钱呢？我没经历过，就是怎么骗呢？是有一段不好的记忆，是不是？是你本人吗？以爱名义被骗了哦，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蛮常见的，因为有一些人其实就差把骗子两个字写在脑门上了，但是有些人他感觉不到。我说句实在话，我之前吧，就是做直播嘛，然后就会有很多的粉丝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粉丝这个大家都知道，粉丝都会有周期嘛，然后他们就是看了我看了几年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关注其他的主播之类的，然后他们就给主播打赏之类的，然后后来他们就跟主播在一起了，所以他就不来我直播间了。后来就是有一些粉丝就是跟那个主播在一起之后就分手了，分手之后，然后他们就看我直播，然后就跟我连线，然后就跟我说，哎，他们之前可能爱上了主播，然后就是那个主播找他们借钱，然后借了以后分手以后钱要不回来了。我说，其实我真的我的心里其实是蛮不意外的，有很多人其实你不了解别人，也不了解自己，很多时候你要明白，就是这个圈子啊，大家还蛮现实的。我稍微有一点点浅的小手段、小计谋，然后就让你们上钩了。上钩了以后，你们就跟疯了似的，啊，就是忘乎所以了。所以就是只能说这个是经验是比较少而已，不是说他们有多高超。所以我觉得被骗这件事情啊，就是如果说涉及到钱了，如果说你想把这个钱要回来的话，报警。如果说大事就是不如那个小事化了之类的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你就当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一个经历吧。以后，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冷漠的人，他不是说生来就冷漠，他肯定是经历了一些事情，让自己变成这样了。他其实冷漠算是一种对人性的一个，人性的一个体验，或者说是一个自我保护机制。所以
慢慢的，其实就会坚强一点了，因为这个东西你不经历，其实你永远不行。就包括我们人都要经历挫折、受伤，对，要不然的话，你以后你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失败。这个东西，如果是金额太大的话，我建议大家是报警啊。如果说就是小来小去的钱的话，我也就是很直白的跟大家说，其实现在谈恋爱吧都花钱，就谈恋爱是一个花钱的事儿啊，你别觉得说就是现在没有不花钱的感情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反正在我这个年龄段的感情，大家都花钱。那玩意儿天天那个2把刀一天吃老了，那你们没钱，你说你能供起吗？你怎么又是我？真的？你以为呢？对，啥都花钱，啥都花钱，是这样。他很能吃吗？他现在不能吃了，他这2天剪片子他也上火，现在就一天就3顿，但是就是他要是不剪片子，他一天能5、6顿，差不多5顿吧。你别搁这造谣行不行？他就是5、6顿，真能吃啊！他是大概4个小时要吃一顿，4、5小时，5个小时要吃一顿，挺吓人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啊，这是刚吃完吗？就有一种错觉是刚吃完呢，他是多食多餐，因为他的运动量比较大，运动量它比较大，都吃正餐，对，他吃正餐，他吃正餐，我们基本上不吃零食，代谢好是的。我说实在，我一天吃3顿，我都觉得很大的负担，就是因为本身大家现在就不知道吃什么，外卖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吃3顿，其实我一般我就吃2顿，其实我之前有的时候甚至吃1顿，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吃什么，而且就觉得说，因为大家现在运动量也不是很大，大概吃2顿其实就已经很好。就是不太会有饥饿感了，但不行，他吃4顿、5顿的那种，这白色好吗？啥呀？时间呀，也可以，白色跟刚才那个哪个好？你觉得？我觉得这个好。那就白色。还有其他颜色吗？颜色肯定有啊，你想要啥颜色它就有啥颜色。字体不好看吗？这之前就是你那个字体。行吧，随便。那你要不看看你这个字体改成啥？无所谓，你就改一个稍微，你改成透明的呢？但是这黑色能改透明吗？黑色改透明会啥样啊？这个是你的。是啊，我就说黑色改透明会啥样？你下边没有素材，黑色的改透明就是黑色。那你就实在不行，你把这个黑色改成那个就是开车的那个底，把这个黑色消掉。改成你开车的底是吧？哎，你这不是本来就透明的？它不是透明的呀，那不是有黑边吗？要把黑边也消掉。对。刀在剪片，是的。他剪片子就是会比我有耐心一点。2个人在一起这样好，会互相陪伴，是的，就是还是我觉得我俩还是合适的，因为我其实就是
但我现在话也不能说那么满，我觉得我跟小大夫在一起之前在一起也挺合适的。但是就是我觉得这段感情让我就真的有不一样的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俩天天能说话，我跟小大夫不说话，就我俩没话聊。现在我俩就还是有话聊的，而且我俩都有一点点好一点，就是我是冷漠型的恋爱脑，他是热情的恋爱脑，然后我是 I 人，他是 E 人。我是 E 人，他是 E 人，我是 I 人。我是 I 人。我俩其实就是互补，然后他是一个比较不太爱出门的人，他不爱出门，就是又有家庭感。我呢是属于我心里有家庭感，但是我有点大男子主义。我其实我觉得最让我安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出去赚钱，然后家里有人就是在家等我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些东西吧，就刻在骨子里的一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改变。这样，不要透明的吗？这不是背景透明的吗？黑色是透明的吗？就是你把字透在那个车那个画面，就像你之前那个。但我跟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说话他听不懂。就我刚才就跟他说，我说透明的，我说字体透明的，然后他就不懂。你是说背景透明，你没说字体透明，你自己表达的不清楚，你老说我听不懂。你看死犟，死出，天妈的！野蛮冲撞，滚！赶紧剪去！那不就剩个这吗？还有啥呀？我还没配音呢。你不是都配完了吗？配完了。你赶紧剪，然后给人发过去。发过去过了，第1集。第2集。我这耳机啥时候到啊？明天，显示是明天。这耳机，我差点没把那个麦克风扔了，我就以为麦克风又坏了，因为那个麦克风大概只能使个1-2年就会坏，上一个也是。那你用这个试了吗？那个也试不出来，因为那个是监听耳机。然后这个就，后来我就发现是这个问题。你拿这个插电脑也有问题是吧？它就呲，而且得呲。就接触不了。可以看了吗？可以，现在在做后期。今天是29号、30号、29号，然后30号的话，就这个就行，刚才那个不就行？不是，我要找那个。这个不挺好？不是，那个是半透明。半透明就行。它不是那个。半透明就行，宝宝。等一下，我找一下那个。你后边那个壁画叫啥？自如的，不高级的啊，不高级，就是你自如的就都是这画，你千万别把这个买回去挂家里。就自如就是租房的一个平台，就是都是这个画，你千万别买啊。我觉得最好的画是什么呢？就是你喜欢什么那个东西，然后你就买画，然后你就频繁的换画。它就显示这么一会儿是吧？多一会儿吧。多一会儿，然后慢慢消失是吗？别那么慢。太慢了。再长一点。会不会太长了？再长。
别一下就出来，往前拽一点，往后拽一点，对。渐渐出来吗？这字体不好看，再换。啊，那之前都已经用这个字体做了那个了。再改呗。算了，就那个吧，别改了。能改。这个不好看。哎，哪个？就刚才那个吧。就这个啊？对。我等一下看看，还有别的选择。月亮啊，思念的火，你就替我说说吧。图图还要改一下吗？基本上我都要看一下。可以一周更新2期吗？每期20分钟。我们没剪完，剪完的话可以给大家更，然后我可以一次性放出来，然后就专门给你看，然后给你嘴巴子。这个不好看，就刚才那个吧。我再看看还有没有。就刚才那个。这个呢？就刚才那个吧。行。真丑。元旦我要看不上第1期晚上咱家玻璃，行，应该没事，应该能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因为有的时候吧，他妈的，就是这个软件吧就有问题，然后因为这些都是人控的，然后这个软件不稳定，就是达芬奇这个软件，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们这个不是正版啊，还是怎么的，不太稳定。就会出 bug，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其他的事儿，然后工作人员也会有其他的事儿，可能会就是会有一些纰漏之类的。额头怎么了？额头长了个痘儿。会有一些就是会有意外情况。我们后边几集还没剪出来呢。导出。再检查一下，看看画面丢没丢。你凡是你要。我先导出一下。他精神不好，我让他干啥，他非得不按照我。因为这个鼠标，他感觉已经出问题了。我昨天就是剪着鼠标就变慢了，然后今天打开就出问题了，所以我怕。1号几点上映？大概是晚上8点。大概是晚上8点。你这俩字体一样大吗？不一样大，那肯定这个更大。那你把这个也改那么大呗。把第1集的给改那么大。第1集已经给他嵌套去了。啊？第1集已经给他了。是啊。等他返回来之后，我们再改就行。那你就导出吧，不管你。这个也是透明题啊，你为什么整成白的？因为你刚才说这个可以。傻嘚儿。你自己说的这个可以。我问你的，你说可以的。你自己说的可以的。1天1000是不是就答应了？1天1000，那个1天1000是多少钱啊？1个月3万块钱啊？
可能3万块钱对于你来讲的话，其实是挺多的哦。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真的，就你别小瞧任何一个学艺术的孩子。我是一个学艺术的孩子，我们只要学艺术的孩子和留学的孩子，条件都不会差。我说实在的哦，就你真的可能这3万块钱可能是你的全部了啊。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扎实的嗖嗖，加油吧！200刀一顿饭200，一天5顿，那不正好1000吗？钱不是，主要是心。不是我觉得主要就是什么呢？我主要就是，这个东西吧，不是强迫谁的，对吧？首先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人，你是不是一个狗在这块打字，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人类，对不对？或者说你多大了，你有没有牙，啊，这些我都不知道。对我着魔了，你不敢面对现实，我是不敢面对你，我怕你丑，怕你丑，因为你可能看见我了，我没看见你，怕你是个我怕你是那个哥布林，怕你就是长得跟哥布林似的，然后就拉我去地下城。头怎么流血了？撞了南墙。谁呀？一个这个就那个哈，神经病！就你长得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你绝对脑子有问题。午后阳光偶遇的小号呢？哎呀，真有点像，哎，真的像。我的天呐，你真的像，他俩说话一模一样。午后阳光偶遇，你们还记得吗？就那个说自己那个开酒店那个。第2集的字呢？记得是不是啊？你这是第1集啊？我知道，我就要把第1集的复制过去。新加坡那个，啥新加坡呀？有了叨叨之后，他就消失了。他被我揭穿了，拆穿了。谁？期待后篇新篇，2集一起看，然后对，2集一起看，期待你们会看到我的进步吧。当然这次也没有说完成的特别，我觉得每一次拍片子，包括片子做成品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好多遗憾呐，或者说就没完成的东西，就是就没办法，我觉得这个跟钱有关系，我觉得在什么平台？就在那个 B 站和油管，B 站和油管。这次其实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就一开始演员就是二把刀不配合，然后导致多花了很多钱，然后又改了剧本，所以你们看那个剧本是有一点点就是不通的。我哪里不配合了？我所有剧本里的东西我都演，然后小薇演演的也差。不是，转话题。小薇演的也差，他演的也差，然后就会觉得说，后来我们就改的剧本，然后改完剧本，感觉有点不太顺，哎，就是反正每一部戏其实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团队的人少，然后，对。片中的餐厅吃一下饭，在北京能去片中的餐厅吃饭一下，求主播推荐晚上适合吃饭的地方。啥意思？就是我没懂你这几句话。就你要是单独想让我给你推荐餐厅，还是说一定要在剧里出现的餐厅？就是大家打字我有点看不懂啊，你可以再总结一下。是想吃我出现我剧里的这种餐厅去吃饭，还是说随便一家，然后我给你推荐？然后你也要说说你人均多少啊？这不对呀，那画面不对呀。啥不对？那画面怎么回过来了？啥意思啊？你放。哦，没事。就是之前晚上跟叨叨一起吃饭的地方，大排档。是不是到这儿就结束了这个镜头？没事，感觉也行。因为这个很长一段时间你就是这个。我也感觉就是刚才看有点奇怪。对啊，对不对，就这样，因为他有一个转身儿。在北京哪有什么大排档啊？北京是没有大排档的啊。成都吗？不知道他说啥？为什么不在 B 站直播呀？总觉得 B 站是抖音神人多，B 站会友好一点。B 站也不友好啊！我觉得这现在不是说哪儿友好，就是就是全民大家都会有一点点，就是在网上找宣泄口啊。湾里有大排档，湾里又是哪里？我们在北京没吃过大排档，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线下见面会吗？不太会，不太会。见面会不太会。王府井没吃过，没去过。我没有吃过，在北京没吃过大排档。这个音乐戛然而止，就是这样的，是吧？啥音乐？车里的这个音乐。黑刺猬。对。那不在车上听歌吗？那后边车上还有这个音乐吗？那个不在车里了，能有音乐吗？那这小大夫不也在车里说话吗？那你能做出那个车里有音乐的感觉，你就做。我不是做不出来吗？我就索性的歌就停了。就是你能开门的时候，然后从车里传出来音乐的那种感觉，你能做出来吗？就变大嘛，声音突然变大。那这儿呢？这儿也没音乐了。你做不好，你空间感你怎么做呀？你又不是专业的。这儿就不放音乐。不放。
很奇怪，戛然而止。净事儿，你又没有那本事做出来，我觉得就是藏拙就好了。小薇的这个得可以，小为啥呀？她的这个头像得到时候得放上去。那你做吧，你现在做包装呗，你会做吗？我先给他发过去。谁摸过亲人的聊聊？那变态呀你！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精神有问题，你这道德沦丧。空间感就是5.1加立体声加点延迟，哪有那么容易啊？你在车外的声音，然后开车门听到的声音，这个地方然后关了车门的声音。这地方怎么顿了一下？哎，缺素材嘛？就是这样的是吧？不是缺素材，它上面肯定是有素材。上一次咱们看的时候，不就是上面的素材没了吗？跑哪去了？你看看那个原版吗？国瑞的版本。不是，你看那个，你那个前2天那个版本看有没有？黑刺猬的灵感有没有来源于刀的脑袋？啥意思啊？就你欠骂了，你是。二把刀有人说你的脑袋像刺猬。怎么样？精神有问题。你听过黑刺猬吗？哎，那个黑刺猬要上传平台吗？不着急啊，你现在上传也没人听。那你总不能人家想听的时候搜不到？就是你这首歌，是哦。那你就是那个上传那个这个天就播这天的时候你就不上传行。你刚才找素材，我就说这画面有点，为什么要确定画面呢？你要不回套的话，你缺画面不回套的话，你奇怪了。应该就是这个上面那个，旁边那个往前倒，往前。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中间你看是不是有个缺口啊？是这一段儿，是这一段儿。那它现在有缺口吗？它有剪切点，这个应该是拉了，然后我们新版你放，你不要在那块儿。这是对的呀。我知道啊，就是这个呀，不是这个，我说不是这个，你说上面有这个，我说不是这个，我说是这个。那你说拉什么了呀？它拉了，它拉大了，它原本就是这个素材，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你看准了吧？啊？那你看准了是不是吧？我直接复制过去，覆盖掉就行了。我总感觉就是上面应该是口那块有一个素材在那对着。它这个是拉大了，它就是这个素材。你看时间线啊。啥时间线？你看是不是这几秒？是这个，我都看，你看这放大了2倍呢，这个画面，就刚才那个。那它怎么能变呢？我就很好奇这个东西。如果说是缺素材的话，我能理解。但是如果说它突然就是原本拉大，然后又恢复到小了，我这个不能理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可能是哪一次操作的时候给它全选，然后统一的给它变小了。我猜的啊。那就是你整。你看，就是这个，拉大了，变小就好了。这又不对了。这肯定之前又放大。他妈的，这幸亏咱们检查了，要不检查都能气死。播的时候，我们当时上那个芝麻的时候，然后就芝麻有很多的那个音频就丢失，环境音没有，
给我看片的时候给我气坏了，就是环境音没有了，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把那个我没用的一些那个这个音频条他就删了，结果他把有用的也删掉了，所以这些东西太烦了。谁呀？我瑞他们呗。音频是对得上的，对吧？嗯，就是画面大小不知道啥时候调的。那就是你整的。啊？啥？就是我整的。那我也没动这些东西，我也没操作这些东西。那刚才这个第2集是莫名其妙的，我不知道是咋回事。就是你瞎的那种。你放屁吧！他就一天他就整不明白，他在那瞎弄。你得了吧你！我整完了我都不敢动，你得他就容易出问题。你得了吧你！他一点不小心。我都怀疑是你刚才录音给他删掉的。我他妈删掉的，那你那些素材怎么都变了呢？哪些素材？我删掉的。你擦一下额头呗，我擦什么擦？这是这个伤口，我擦什么？图图被家暴了没有？我这个是长个痘。哎呦，这些干脆全都替换掉得了，对不对？感觉都不对。幸亏这个地方锁了，不能更改。那是我锁的。我复制的这一条是你锁的。你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有这个时间线，就你锁。后来第1集我锁了。那这第2集。你赶紧整吧。天就惹祸。我惹祸。这又不是我搞的。是啊，不是你搞的，然后是你删的。得了吧你！我搞好了，完了他就不让大家按时看，然后他就偷摸就使坏。放屁！真的，你这人呐，没处看去。你第2集后来这没改过吧？这心里阴暗，啊？这儿应该没改过吧？我哪知道啊？这里应该就不用，应该就开车这段。心里阴暗，就不想让大家准时看。你神经病吧你！碰一次就不会再碰，我就是这样，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这素材很容易就误删之类的，我都不敢碰，他就没事就捅我。我捅过啥？没事捅过。然后他就捅娄子，然后他不敢吱声，完我发现了。你少在这造谣，什么不敢吱声？你发现了？但是惹祸精，你知道吧？他就是。他把我们拍戏拍的好好的，然后让我损失3000块钱，监视器，一下就给我碎碎了。他不是给赔了你个新的那个2手的吗？放屁！不是已经买回来了？买回来个屁呀！就是买回来了呀，买回来了就好好的能用的。那不是我们买的吗？那哪是你们买的呀？就是他买的，在闲鱼上买的。那我不记得。你自己这记不得，你这瞎造谣。好吧。我这吉利呀！别到时候你又说个啥事儿，我没跟你说过，结果我跟你讲过，就搁那叽叽叨叨的。我不知道，我忘了，反正我就记得他把我们那个机器给碎碎了。那也不是我弄碎的。就你带的助理。买了个2手的，那不可能啊！还张文爽那个，不可能是那个破的呀。众多家长
长所熟悉的儿童常用止咳药莫鲁斯特制剂近日修订说明书，新增警示，该药物可能引发抑郁和自杀倾向等严重的神经精神。能提跳出也快，这怎么也跳了一下？是就是这样的吗？啥跳了？我看看。能贴出水电费吗？卡了刚才。加速了。那我上哪儿看有问题啊？你不是让我看的吗？你不要加速。这儿也放大了，怪不得刚才觉得卡了一下。我怎么感觉我原版好像没两个镜头放大呢？啊？算了，先这样。我就记得我好像没放大。这个是放大的。那就应该是放大了。因为你如果它是同一个，你如果没放大的话会。行吧。会突然断一下。欢迎全的大哥。这边的画面还是得确定一下，我就觉得那画面好奇怪。这儿吗？嗯。还要改是吧？我看一眼，你往前拨。我要把声音播出来吗？行。从头播。这不是从头吗？音效呢？不噪啊。这不是有音乐吗？它这个里边带有啊，音频是有的呀，但是音频就是没声。行，往下播。你说音乐放到这儿是吧？我看一看，你放。不要加那个特效，不要加那个就是那个碎片的特效。对，不要加这个马赛克特效。中间还得删一个小镜头。哎，到地方了。
这个声音再给它加一段，加什么来？还是这段，给它加的合理一点，2段。就这个音乐是吧？复制粘贴一下。要从这儿往后接吗？是。挨着接是吧？那得不用到这儿，不用那么不用加2段，加1段是差不多。加个过渡。加不了呢，过渡。先放一下，啥你都放一下，你不要先调。中间有明显断开吗？好像没有，我再听一下。往前接一块。不是，让它叠着挪。这个叠的。不是往下。然后把那个拉过去，后边它不是没了一块吗？给它拉长，第1段拉长。没，就这么长。你放大，然后那个让它那个再往后。哪个再往后？就是第2段往后拉一点。好，这不就好了吗？掌控真厉害。这怎么？应该变速了吧？谁给它变速了？我变的，就是要这个效果。震一下。那不变速，就是这样的是吧？能处理吗？你要是要啥样的？就是要这个效果嘛，然后让它处理的稍微不让它变化嘛。我刚才用肉眼我看的没有那么明显。交叉点画一下，我觉得也挺明显的。它是一个素材，是不够那么长吗？因为它变速量，它肯定会。不行。那再慢一点，给它撑满。那你就不要变速了嘛，你就正常的嘛。你要觉得很明显。正常的是。你把它撑满行吗？就你不变速，然后把它拉过去就好了呀。这一条你都得那个，就是用。之前的是啥样的？就是不变速。之前的不行是吧？不是，如果说你觉得刚才我处理的不太好的话，那你就不变速，然后一条过，明白不？用我给你弄个翻译软件吧。那你时长还是这么长吗？不是了，我就会改时长了。你不要改，你改它中间是有口子的，你直接把它删掉，然后直接一条拉嘛。把这个删掉，然后把后边往前拉吗？对。它中间没有断口吧？对。我看你中间好像是有黑边呢，前面最前面。
看吗？嗯，这个啥黑边儿？中间别有黑边儿就行，别有那个明显的口儿就行。这是一条的，都没切开这个。这个你要做李焕英是吧？这个镜头，怪不得这么长。我看那个你再放一下这一段，我看声音是不是又突然停了？把这个声音逐渐的变小，这是逐渐变小。渐变，拉大一点，往前拉。到地方了。自然了，啊，可以了。后边还看吗？看呢，你不看那个素材怎么办呢？我说你还看吗？你谁呀？摸你什么？快下车呀！当然得看。都剧透了。你都看画面。缺镜头，太阳的镜头没了。咋弄的这是？你整的呗？怎么又是我整的了？整的，你估计啊，是你昨天导那个素材的时候，你说不定你就把啥玩意儿删了。得了，你一天稀的马哈。不是，就加一个太阳，就把那个太阳素材给它搬过去就好了。我看这儿还有，上面还叠了一个层呢。哦，那你都加。这个药是吧？药人。药吗？啥药吗？就是这个。药啊。小图图6年前的剧。6年前啥剧？我没有6年前的剧。小剧啊，那8年前的。然后你看看，把那个有一个镜头，它不晃吗？哎，怎么还少了呢？就这个。把这个镜头看看能不能就是减震的，就是那个稳定一下。打喷嚏有这个特效没有啊不知道，反正那个剪映是有。 ？PR 是有，我知道。哦，这有动稳定，防抖啊，它有稳定效果。我看一下。还挺挺好的明显的，还挺明显的这个效果。嗯，多了一个。我回了2遍头呢，哪个是多的？
随便，不都一样吗？我再看一眼那个刚才那个镜头。把那个镜头拉长，拉长。感觉那个运动的那个突然戛然而止，不够长。这个音频是哪儿的音频呢？你还能找到以前剧的感觉吗？啥叫以前剧的感觉？那不对呀，那不能那么长啊！你忍不住想骂你怎么办？好，你要看下一个镜头是啥？我看着呢，就是看手机的片段。声音突然断了。那声音不是拉长了吗？所以断开了呀。不是，你就把那个后边的删了，然后那个后边的删了，然后再重新拉。再试试，再看一下。是接的吗？是顺的吗？表情啊，动作是衔接的吗？是，但是声音好像有点不对，感觉。声音不对，你先看画面。你看你这有喘气吗？那你这个可以改，你先看画面。这有2段呢。刚才没删掉呢。为啥不删呢？你说先别急，别急，先看前面的。蠢货！你自己说先别删，别你现删的。在你真的做了0以后，你就蠢的要死。你自己说别删，先看前面的。这不能那么长，不能那么长。刚才我还想让你就是剪短呢。因为刚才那个前面那个也剪短。前面。我知道，它这个鼠标不好用，你这。妈，脾气可暴躁了一天。这一天就是除了打我就骂我。我打啥时候打你了？额头。少是。还长是吧？为什么会有滋滋的声音呢？它这为啥是2段啊？我也不知道啊。删除一段啊，因为你刚才复制过来的呀。天，咋整是？我穿越了。后边哪有一段？你放画面。放哪儿啊？就放这儿。放大。
最后一个镜头给他那个换一个角度，这个镜头有点长，就是最后那一小段儿，对，这儿有一点，这有点长。对，就要这个最后一，对，就要最后一。对，让他这个缓缓。抬头的这个。音乐音乐感觉可以再拉长吗？再拉长就得再复制一段了。那你往下挪，就是往后挪一点呢？看看前面对不对？放大，我看不清。还行，它正好是个往前推的镜头。但你那个镜头啊，你看看你把它那个导出来，看看能不能做那个希区柯克的那个特效。我穿越了。希区柯克，我看一下。用 AI 做一个希区柯克，然后包括后边那个镜头也要希区柯克，对。那导出个画面单帧，是吗？好像有的软件直接你把这个素材给他，他自己就是不用单帧。啊。你的极梦应该可以。极梦。先把这个导给他们。别给，我那个穿越那一段的那个素材我还得改。行，我们下播了，我们要处理一下，拜拜。